当你用手指触碰他的脸颊时，你真的触碰到了吗？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浪漫的哲学问题，但在物理学冰冷的审视下，答案却令人心碎。没有，你从未触碰过任何东西。当你觉得指尖划过皮肤，感受到那份温热与细腻时，在微观世界里发生的却是另一场暴力的对抗。你手指原子外层的电子云和他脸颊原子外层的电子云正在互相排斥。你所感受到的触感本质上是电磁力在极近距离下产生的斥力，你们之间永远隔着那极其微小却又无法逾越的纳米级深渊。这仅仅是宇宙向我们撒的第一个谎。既然连接触都是一种错觉，那么我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如果我告诉你，你穷尽一生所见壮丽的星云、深邃的海洋、繁华的城市，甚至你最爱的人，把这一切加在一起，仅仅只占这个宇宙真实存在的5%，你会相信吗？剩下的95%在哪里？它们就在这里，它们穿过你的身体，它们拉伸着虚空，它们主宰着星系的生死，但你却对它们一无所知。今天，请暂时忘掉你作为地球人的身份，我们要进行一场极其深度的旅程。我们要像切开苹果一样切开现实，从比原子更小的幽灵粒子，一直走到撕裂时空的暗能量，最后回到你那个正在思考的大脑。这将是一次对世界观的彻底重塑。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想象你手里拿着一个苹果，你切开它，一半再一半，持续切下去。这把刀必须足够锋利，直到切到那个不能再切的临界点。古希腊人管它叫原子，意为不可分割。但卡尔萨根曾说，如果我们能无限分割下去，我们将发现宇宙的终极秘密。如果把一个原子放大到一座宏伟的大教堂那么大，那么它的核心原子核仅仅只有悬浮在教堂中央的1粒米那么大，剩下的全是空旷的虚无。电子在教堂的穹顶边缘疯狂飞舞，而那粒米和穹顶之间是巨大的死寂的空。在大爆炸后的最初几微秒，宇宙是一锅由纯能量构成的夸克胶子汤，那是物理创世的第一幕，光变成了物质。在这场混沌中，3种主角登场了：质子、中子、电子。质子与中子，它们并非基本粒子，它们内部囚禁着更小的幽灵夸克。夸克被一种强力胶水胶子死死粘在一起，这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想把夸克拉开，所需要的能量足以凭空造出新的夸克。电子是氢子家族的成员，孤独的舞者在原子核外编织着化学的规则，但这还不够。为什么这些粒子会有质量？这里有一个被称为上帝粒子的秘密。希格斯玻色子，想象整个宇宙充满了一种看不见的糖浆希格斯场。当粒子在其中穿行时，有的粒子如光子像泥鳅一样划过，不沾染任何糖浆，所以它们没有质量，以光速飞行。而有的粒子如电子、夸克在糖浆中艰难跋涉，受到了阻力，这种阻力就表现为质量。2012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终于在数据中捕捉到了希格斯玻色子的那一抹幽灵般的微笑，证实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宇宙流体中。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冒犯，但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看，我们所有人
都是恒星死亡后的核废料。在大爆炸后的最初几亿年里，宇宙无聊的可怕，只有氢、氦和少得可怜的锂。如果你生活在那时，除了黑暗和稀薄的气体，什么都没有。没有碳来构筑生命，没有氧来提供呼吸，没有铁来流淌在血液里。直到引力开始干活，它将巨大的气体云压缩，温度升高，直到点燃了核聚变的火花，第一代恒星诞生了。这些恒星是宇宙的第一批炼金术士，在它们炽热的核心，氢被挤压成氦，氦被聚变成碳、氧、氖、镁。元素周期表不再是枯燥的表格，它是恒星的菜单。你骨骼里的钙是恒星垂死挣扎时的产物，你血液里的铁是超大质量恒星核心崩溃前的绝唱，你结婚戒指上的金甚至可能源自2颗中子星剧烈碰撞时的铅锌星爆发。当恒星耗尽燃料，引力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轰，超新星爆发。这场爆炸将恒星一生锻造的元素狠狠地抛洒向宇宙深处。这些尘埃冷却、凝聚，形成了下一代的太阳，以及太阳周围的岩石、行星、地球。所以，当你仰望星空时，你其实是在看你的祖先。你就不仅是生活在宇宙中，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你是获得了意识的星辰。当你凝视一杯水或者一块石头，你可能会认为固态、液态、气态是宇宙的常态，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在地球这个蓝色的小小避风港之外，宇宙展现出它狂暴的真面目。宇宙中超过 99% 的可见物质，既不是固体，也不是气体，而是等离子体。这是一种原子分崩离析的状态，电子被剥离，原子核裸露，整个物质变成了一锅带电的粒子汤。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等离子体球，闪电是刺穿大气的等离子体键，极光是地球磁场捕获的等离子体舞群。等离子体对电磁场极其敏感，如果你能看到磁力线，你会发现宇宙充满了纠缠、扭曲的磁场高速公路。我们生活在一个寒冷死寂的岩石岛屿上，周围包围着的是一片炽热、狂暴、带电的等离子体海洋。发光才是宇宙的常态，而我们这些不发光的东西，只是那场大火燃烧后的灰烬。在宇宙宏观的物质形态之外，微观粒子世界还藏着一层更颠覆认知的对称秘密。20世纪初，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在他那个优雅的方程中发现，宇宙应该是成双成对的。对于每一个物质粒子，都应该有一个质量相同但电荷相反的双胞胎反物质。电子有正电子，质子有反质子。这不仅仅是理论。今天我们在医院的 PET 扫描中就在利用反物质。当物质遇到反物质，它们会瞬间湮灭，将质量100%转化为纯能量。半克反物质的威力足以夷平一座城市。这里出现了一个令物理学家彻夜难眠的谜题。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诞生之初，物质和反物质产生的数量应该是相等的。如果它们相等，它们应该在诞生的一瞬间就相互湮灭，宇宙将只剩下一片光子，没有任何物质能够留存。但是你看，我们在这里，这意味着在某种未知的物理法则下，每诞生10亿个反物质粒子，
就诞生了10亿01个物质粒子。那场史诗般的湮灭战后，那幸存下来的10亿分之一构成了今天的万亿星系，构成了现在的你我。我们是那场宇宙级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是概率的奇迹。现在我们要进入真正的深水区了，我们要谈论那些看不见的东西。1933年，性格古怪，以直言不讳的科研风格著称的天文学家弗里茨·茨威基，在观测后发座星系团时，发现了一件怪事：星系们移动得太快了。根据牛顿定律，以它们如此狂暴的速度，星系团产生的引力根本拉不住它们。它们应该像旋转过快的旋转木马上的孩子一样，被甩飞到宇宙深处。但它们没有，它们稳稳地聚在一起。茨威基断言，一定有一种看不见的物质提供了额外的引力，拉住了这些星系。他称之为暗物质。当时的人们嘲笑它，直到40年后，1970年代，维拉·鲁宾观测螺旋星系时发现了同样的异常。星系边缘恒星的旋转速度竟然和中心一样快，这违反了开普勒定律。除非星系并不是只有我们会发光的盘子，而是浸泡在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暗物质晕中。今天通过引力透镜，我们甚至能绘制出暗物质的地图。在大爆炸后，是暗物质首先在引力作用下坍缩成网状结构，普通物质只是像尘埃一样被吸附在暗物质搭建好的骨架上，汇聚、点燃，变成了恒星和星系。如果没有暗物质，星系会分崩离析，恒星无法形成，我们也就不会存在。它就在这里，穿过你的身体，每秒钟有数万亿个暗物质粒子穿过你，但它不与任何电磁力作用，它看不见、摸不着、不反光，它只通过引力冷冷地注视着我们。它到底是什么？是弱相互作用重粒子？是轴子？还是太初黑洞？在地下几千米的深处，巨大的叶氙探测器正在静静等待暗物质粒子的撞击。这是一个赌上诺贝尔奖的捉迷藏游戏，而我们目前一无所获。也有可能并没有暗物质，而是我们要修改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引力公式。但无论如何，宇宙确实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如果说暗物质是把宇宙拉在一起的胶水，那么暗能量就是把宇宙推向毁灭的炸药。1917年，爱因斯坦为了让自己的方程描述一个静止的宇宙，人为加入了一个宇宙常数。后来哈勃发现宇宙在膨胀，爱因斯坦懊悔地删掉了这个常数。但他在九泉之下可能又要反悔了。2个天文学家团队通过观测遥远的 Ia 型超新星，发现了一个颠覆世界观的事实：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膨胀得越来越快，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正在真空中无中生有，推迟着空间本身。我们称这种力量为暗能量。它占据了宇宙能量预算的 68%， 它是宇宙真正的主宰。量子场论试图解释暗能量，认为它是真空零点能，但当物理学家计算真空能量的理论值时，得出的数字比天文观测值大了10的120次方倍。这是物理学史上最尴尬、最巨大的差异。就像你计算你的体重，算出来是地球质量的1万倍一样离谱。这暗示着我们对重力和量子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断层。暗能量决定了宇宙的最终命运。第一个结局，
大冻结。如果暗能量保持恒定，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星系互相远离，直到彼此看不见，恒星燃尽，黑洞蒸发，宇宙变成一片寒冷、死寂，只有稀薄光子的虚无。这是目前看来最可能的结局。第二个结局，大撕裂。如果暗能量随时间增强，它将变得狂暴，它会撕碎星系团，撕碎太阳系，撕碎地球，最后甚至撕碎原子和时空本身，一切都在暴力的撕裂中终结。第三个结局，大坍缩。如果暗能量逆转，引力重新接管，宇宙将收缩，最后回归到一个极热的起点，也许这会引发下一次大爆炸。梳理完暗能量与暗物质对宇宙的推与拉，我们终于能清晰拆解宇宙的核心构成。68%暗能量负责膨胀，27%暗物质负责结构，5%普通物质负责构成你我。但这不仅仅是物质和能量的游戏。近年来，一个新的物理学视角正在崛起。宇宙是由信息构成的。物理学泰斗约翰·惠勒提出，每一个粒子，每一个场，本质上都是对是否这一信息位的回答。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熵总是增加的，但熵本质上是信息的缺失。黑洞不仅仅吞噬物质，它也吞噬或编码信息。霍金和贝肯斯坦发现，黑洞的熵与其表面积成正比，这引出了全息原理。也许我们整个三维宇宙只是遥远二维边界上信息的投影。既然宇宙注定走向高熵的混乱，那么一个反直觉的奇迹便格外耀眼。生命，热力学第二定律下，生命恰恰是负熵的存在。我们进食、呼吸，本质是从环境中汲取秩序，排出无序。那些重子物质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学会了编码信息，学会了处理信息。你知道这有多不可思议吗？你大脑中的神经元连接数比银河系的恒星还要多。你的大脑是目前已知宇宙中结构最复杂、信息密度最高的物体。甚至有科学家发现，大脑神经网络的结构竟然与宇宙大尺度结构的暗物质网络惊人的相似。这是分形几何的巧合，还是深层物理定律的必然？如果宇宙只有死寂的石头和气体，那么它存在了也没有意义，因为它不被知道。但宇宙演化出了生命，演化出了意识。你是宇宙用来观察它自己的一只眼睛，你是宇宙用来思考它自己的一颗大脑。当你在思考大爆炸时，其实是大爆炸后的物质在思考大爆炸本身。此时此刻，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开头那个问题：当你用手指触碰他的脸颊时，你真的触碰到了吗？在原子的层面上，你没有，但在信息的层面上，在意识的层面上，你触碰到了。因为在那一刻，两个由星辰构成的复杂系统交换了信息，产生了情感，引发了共鸣。我们生活在一个主要由看不见的暗能量和暗物质构成的宇宙中。在这个似乎为虚无和毁灭设计的宇宙中，居然允许了理解这种事情的发生。暗物质搭建了舞台，暗能量拉开了帷幕，恒星制造了演员，而我们就是这部宇宙史诗唯一的观众，也是最后的主角。我们是那5%的奇迹，我们是那微不足道的尘埃，但我们也是宇宙唯一的自省。所以
下次当你仰望星空，或者触碰你爱人的脸颊时，请记住，你不仅是在看着宇宙，你就是宇宙本身，正在那一瞬间爱着他自己。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刷视频的这个动作，可能根本不是你的选择。就在0.1秒前，你的手指悬停在屏幕上方，然后点开了这条视频。你觉得这是自己的选择？是封面标题吸引了你，还是刚好有点无聊？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点击，甚至你此刻我不信的念头，其实都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这是一场被精心算计了138亿年的局。当你拉远镜头，会看到一条看不见的锁链。你点开视频，是大数据算法算准了你的喜好。你有这个喜好，是生活环境、昨晚的睡眠质量决定的。而这一切又取决于你的基因、地球的演化，直到追溯到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只要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最后一张牌，此刻的你就注定会倒下。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此时此刻，屏幕前的你，究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玩家，还是一段自以为有思想，实则被宇宙代码写死的 NPC？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科学界争吵了3个世纪，让无数天才物理学家彻夜难眠的终极问题。别急着划走，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每一个字，都和你依然跳动的心脏以及你所谓的命运息息相关。为了搞清我们到底是不是 NPC， 我们得先回到17世纪，去见那个把宇宙变成机器的男人艾萨克·牛顿。当牛顿观察到苹果落地时，他没有只看到水果，而是透过现象思考背后的规律。这为万有引力定律的提出提供了灵感。万有引力公式告诉人类，天上飞的行星，地上掉的苹果，全都得听物理定律的指挥。既然万物都由原子组成，而原子的运动都遵循力学公式，那是不是意味着宇宙就是一台超级精密的钟表？只要发条上紧，这台机器就会按照既定的轨迹一丝不差地转动下去。这种让人窒息的确定性，催生了科学史上最可怕的思想怪物——拉普拉斯妖。1814年，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提出拉普拉斯妖。若有一个智者知道宇宙所有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且拥有无限算力，他能算出恐龙灭绝，你明天中午吃拉面还是盖饭，甚至你会在哪一年的哪一天爱上哪一个人。这就是经典物理决定论。你的努力、犹豫都是演戏，因为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时，你的剧本就已写好，你以为的选择只是按剧本执行。这听起来太绝望了，对吗？如果科学就到此为止，那人类就真的只是行尸走肉了。但好在，这堵密不透风的墙在20世纪被敲出了第一道裂缝。敲开这道裂缝的是一次偷懒引发的意外。1961年，气象学家洛伦兹在电脑上模拟天气，为了省事，他把一组数据的小数点后6位四舍五入成了3位。在他看来，0.000127的差别比一阵微风还轻，能有什么影响？结果让他头皮发麻。仅仅过了几个模拟周期，原本应该是晴天的预测变成了一场毁灭性的风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蝴蝶效应。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相：混沌。很多人误以为混沌就是乱来，不，
混沌系统依然遵守物理定律，但因为系统太复杂，变量太多，初始条件的任何一点点微小扰动都会被指数级放大，这给了拉普拉斯腰一记响亮的耳光。理论上，命运是可以计算的，但在现实中，只要你无法测量到无限精确，你就永远无法预测未来。这就像你打台球，你可以算准第一杆、第二杆，但随着球体碰撞次数增加，台面上的微小灰尘、空气的流动，都会让球的轨迹变得面目全非。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虽然人生仍被因果律推着走，但没人能看完你的剧本。你早上多赖床5分钟，可能导致你错过了那班地铁，没遇上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最后改变了你的后半生。对我们来说，无法预测和自由的体验很像，但这还不够。看不清命运，不代表能改变命运。真正能击碎决定论根基的，是让爱因斯坦都抓狂的微观世界。欢迎来到量子力学的世界，这里是物理学的法外之地。在量子世界，如果你对着墙上的2条缝发射电子，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要你不进行观测，电子会处于通过左缝与通过右缝的量子叠加态，穿过双缝后，因叠加态相互作用产生干涉条纹，呈现出自我干扰的现象。可一旦你在旁边放个摄像头，想看清楚它到底走哪边，它瞬间就老实了，乖乖变成一颗粒子，只走一条路。这就是观测者效应。现实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是被看出来的。更要命的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在微观层面，你永远无法同时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这不再是技术问题，这是宇宙的底线。宇宙在最底层，根本就不是精确的钟表，而是一团模糊的概率云。未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无数种可能性的叠加。爱因斯坦气地说，上帝不会掷骰子。但后来的实验一次次证明，爱因斯坦错了。上帝不仅掷骰子，还在你没看的时候，把骰子扔到了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一刻，决定论的铁链断了。宇宙并不确定，但别高兴得太早。随机并不等于自由。骰子掷出几点是随机的，但骰子自己没有选择权。如果你的大脑只是在掷骰子，那你不是自由的人，你只是一个随机数生成器。真正的恐怖不在天上，也不在微观粒子，而是在你的头颅里。让我们把镜头拉回你的身体，进行一场关于自我的解剖。你觉得自己有自由意志，对吧？我想喝水，于是你拿起了杯子。这里的逻辑是，意识先下令，大脑在执行，身体最后动。但20世纪80年代，本杰明·利贝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背脊发凉的实验。他让受试者盯着一个旋转的时钟，随时可以动一下手指，并记下自己决定动手的那一瞬间，时钟指在哪里。与此同时，他用脑电图监测受试者的大脑，结果是毁灭性的。在你觉得我决定动手的那个瞬间之前，早在 0.3 秒甚至 0.5 秒前，你的大脑运动皮层就已经开始活跃了。听懂了吗？不是你决定动手指，而是大脑先做了决定，再通知你的意识，骗你说这是你选的。神经科学家发现，意识从不是发号施令的导演，而是负责补全剧情的旁白配音师。他不负责决策，只负责解释。
甚至会为了让你安心，把潜意识的行为强行包装成你的主动选择。如果连我想这个念头都是滞后的幻觉，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自由？到这里，故事好像该结束了。物理学锁死外界，神经科学锁死内心。我们像困在生化躯壳里的 NPC， 演着早已写好的独角戏。但别急着关掉视频陷入虚无，科学没有判我们死刑，它只是在提醒我们该重新定义自由了。首先，虽然利贝特实验证明我们可能没有自由启动的权利，但后续研究发现，我们拥有自由否决的权利。就在那 0.2 秒的最后关头，你的意识虽然来不及发起行动，但它来得及叫停。你无法控制贪婪的念头升起，但你可以控制不去伸手。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克制。自由不在于随心所欲，而在于拒绝本能。其次，看看你的大脑，它不是简单的线性机器，而是一个拥有860亿个神经元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涌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东西，涌现就像一个个毫无生命的水分子汇聚在一起，能形成汹涌的巨浪。你也是，你的每一个神经元都服从物理定律，但它们连接在一起形成的这个你，具备了反思、学习和重塑大脑回路的能力。你今天的每一次深度思考，每一次反人性的坚持，每一次痛苦的复盘，都在物理层面微调你大脑的神经连接权重。你在改写自己的源代码，这就是神经可塑性。还记得那个算法吗？是的，大数据比你更懂你自己，但算法只能预测那个过去的你。一旦你意识到了算法的存在，一旦你开始审视自己的欲望，你就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那个瞬间预测失效了。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有自由意志吗？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完全脱离因果，想干嘛就干嘛的神一样的自由，那很抱歉，科学告诉你，不存在。我们永远受制于引力，受制于基因，受制于时代的洪流。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一种有限的自由，一种在看清了命运的算法之后，依然试图理解它、利用它，甚至在关键时刻对它说不的能力，那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真实的，而且无比珍贵。决定论不是牢笼，它是规则。正是因为世界有规律，你的努力才会有积累，你的改变才会有结果。如果世界纯粹随机，那你才真的完了，因为你做什么都没用。我们不是上帝视角的编剧，我们也绝不是只会念台词的 NPC， 我们是这宇宙级游戏里的高阶玩家。虽然开局的属性点是系统随机分配的，虽然主线剧情的大方向也许难以撼动，但你是怎么玩这局游戏的？你如何面对那些必然的苦难？你在每一个分岔路口如何行使你那 0.2 秒的否决权？这才是你灵魂的重量。现在视频即将结束，还记得我们说的神经可塑性吗？你可以被算法推着滑向下一个视频，也可以用这短暂的自由放下手机，看看真实的世界，拥抱身边的人，而这正是在改写你下一秒的大脑神经回路。这一次真正的选择权交给你。你觉得现实都是真的，对吗？你手里的手机，手机里的余额，甚至是你此刻那一闪而过的念头。你或许会说，它们当然是真的，不然还能是什么？但请允许我先给你泼一盆冷水。
在这个宇宙里，我们对遥远黑洞边缘的引力波纹了解的甚至比我是谁这件事还要多。我们能计算出几十亿光年外恒星的寿命，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你会拥有感觉这种东西。这不仅仅是无知，这是一个悖论。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是人类存在以来最大的谜题。它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洞，一旦用逻辑轻轻叩击，便会轰然崩塌。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活在一种理所当然的催眠之中。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太阳升起是因为它必须升起。问为什么被视为一种吃饱了撑着的徒劳，就像鱼不会去思考水，我们也从不质疑这一层包裹着我们的现实。但裂缝终究是会出现的。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到量子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再到那些在濒死体验中瞥见某种真相的普通人，所有那些敢于凝视深渊的人，都带回了同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你以为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准备好了吗？系好安全带。今天我们要剥开这层洋葱，我们将一层层向下挖掘，穿过7重伪装，去直面那个可能让你从灵魂深处感到战栗的终极真相。欢迎来到现实的深渊，这是第一层，也是我们所有人出生点所在的地方。共识现实，这是我们每天早晨醒来时面对的世界。闹钟响了，你感到困倦，咖啡烫嘴，你感到疼痛，你推开门，街道依然在昨天的地方。在这里，规则看似牢不可破，物体有明确的边界，万物遵循因果律。我们不仅相信这些东西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其他人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这就是共识，就像一份没有签字的社会契约，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承认，好吧，这把椅子是把椅子，那是一条狗，那是红灯。但这层现实真的像你以为的那么坚固吗？并不是，它更像是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凑出来的舞台布景。如果我告诉你，你在这个层面上赖以生存的唯一工具，你的感官其实是宇宙中最不可靠的证人啊。这就好比海市蜃楼，光线在热空气中弯曲，凭空制造出一片水源。你的眼睛发誓它就在那里，但你的理性知道那只是光学的魔术。再看看幻肢综合征，一个失去了手臂的人依然能清晰地感觉到那只不存在的手掌在握紧，在发痒，在疼痛。大脑并不在乎肢体是否真的存在，它只在乎它建立的模型是否完整。更极端的例子是橡胶手错觉，把你的一只手藏在桌下，桌上放一只假手。当实验者同时用刷子清扫你的真手和那只假手时，只需要短短几十秒，你的大脑就会极其荒谬地把那只橡胶手认作是你的肉体。如果有人拿锤子砸向假手，你会吓得尖叫，甚至真的产生生理上的痛觉反应。既然连这是我自己的身体这种最基础的现实感都能被轻易欺骗，那么所谓的客观世界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在第一层现实里，真理并不重要，协议才重要。这是一场几十亿个神经系统共同参与的大型角色扮演游戏。只要大家都假装看到了同样的东西，游戏就能继续。但这终究只是供我们生存的舞台布景，就像楚门的世界里的
巨大天幕。既然表层共识只是协议，那支撑这一切的后台究竟是什么？答案藏在感知的底层逻辑里。让我们撕开第一层幕布，进入第二层感知界面。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你从未真正看到过这个世界。你以为你的眼睛是摄像机，耳朵是录音笔，大错特错。世界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只有不同波长的电磁辐射。世界也没有声音，只有空气分子的振动，甚至没有气味，只有漂浮的化学分子。当这些杂乱无章的物理信号撞击你的感官时，你的大脑，这个被锁在黑暗颅骨里的重约 1.4 公斤的湿润肉团，开始了一场疯狂的猜谜游戏。光子击中视网膜，在这个过程中，图像实际上是上下颠倒的二维投影。视神经将这些微弱的生物电脉冲传回视觉皮层。在这里，大脑就像一个疯狂的后期剪辑师，它要将二维画面翻转、调色、锐化、填充盲点，并将一系列离散的瞬间缝合在一起。你知道吗？你的眼睛在快速扫视时实际上是失明的，但你的大脑巧妙地切掉了这些黑屏的时间，给了你一种视觉连续的错觉，就像电影胶片，每秒24帧的静止画面被骗成了流畅的动作。你所体验到的现在，其实是几百毫秒前的过去经过大脑渲染后的延迟直播。进化生物学家唐纳德·霍夫曼提出了一个震撼的理论：感知即界面。想象一下你的电脑桌面，那个垃圾桶图标位于屏幕左上角，它是蓝色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电脑硬盘里真的有一个蓝色的位于左上角的小桶，那只是一个为了方便你操作而设计的图标。如果这一层存在，图景展现了文件真实的物理状态，比如磁极的翻转和电压的变化，你根本无法使用这台电脑。同理，你的感官不是为了向你展示真相而进化的，而是为了生存。如果一种生物能看到所有的量子场波动，所有的微观维度，它早就因为处理信息过载而被捕食者吃掉了。进化并不青睐看到真相的生物，进化只青睐那些能活下来、繁衍后代的生物。所以，这一层给我们的启示是：你看到的不是世界本身，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为了让你活下去而定制的用户界面。图标是好用的，但千万别把它当成真实的硬件。如果说第二层是生理上的过滤，那么第三层就是心理上的构建。这是由人类最独特的能力讲故事所创造的存在图景。看看你口袋里的那张纸币，从物理学角度看，那只是一张印着染料的纤维纸，甚至只是银行服务器上一串闪烁的电子信号。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你不能吃它，也不能用它取暖。但是只要整个人类社会都相信它有价值，它就拥有了调动千军万马，决定一个人生死，甚至摧毁一个国家的力量。这就是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想象的秩序。金钱、国家、法律、人权等概念在自然界中并无实体，你解剖人体找不到人权，遍历地球寻不到国界线。它们是人类共同想象构建的互为主体的现实，只在共识中生效。这就像是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称之为意义之网。我们像蜘蛛一样，
吐丝编织了这张网，然后把自己悬挂在其中，以此赋予混乱的世界以秩序。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为了公司这种虚构的法律实体牺牲自己的健康，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第三层存在图景虽然是虚构的，但它比物理现实更残酷。观念的冲突会引发战争，信仰的崩塌会让文明毁灭。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故事构成的迷宫里，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改变世界往往不是靠移动原子，而是靠改写故事。但是，如果你能从这层迷宫中抬起头，向下挖掘，触碰到构成这个世界的物理基底，你会发现，事情开始变得真的很不对劲了。欢迎来到第四层科学的领地，在这里，你的直觉将彻底失效。现在试着敲一敲你面前的桌子，它是坚硬的、实体的，对吗？错了。如果你把一个原子放大到足球场那么大，原子核只有球场中央的一颗绿豆大小，而电子就像是在看台最高处飞舞的几只尘螨。中间是什么？是空。99.9999999的原子内部都是空无一物的虚空。这意味着你、我、这座城市、整个地球，如果去除了所有的虚空，剩下的物质甚至装不满一个盒子，那你感觉到的触感是什么？那只是你的原子外层的电子云和桌子的电子云之间产生的电磁排斥力。你一辈子都没有真正触摸过任何东西，你只是在感受力场的抵抗。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时间不是一条均匀流动的河，如果你移动得足够快，或者靠近一个大质量物体，时间就会变慢。这不仅仅是数学游戏，这是经过验证的事实。导航卫星如果不每天修正这种时间偏差，你的 GPS 定位就会偏离好几公里。对于光子来说，时间甚至是不存在的。从光子的视角看，它从太阳出发到达你眼睛的这8分钟根本就没有经过。出发和抵达是在同一个瞬间。然后量子力学登场了，它直接把现实这个词扔进了垃圾桶。在微观层面，粒子不再是具体的小球，而是概率波。这就好比你把车停在停车场，但直到你回头看它之前，你的车同时停在 A 区、B 区、C 区，甚至同时停在月球上。它是一团可能性的模糊云雾。只有当你或者某种测量仪器去观测它时，波函数才会坍缩，存在真相才被迫选择一种形态呈现出来。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曾说过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未被观测的现象绝不是现象。这就像《玩具总动员》里的情节，只有当主人走进房间，玩具才会有生命。如果微观世界只是概率波，未被观测便无确定形态，那会不会整个宇宙本身就是一套未被渲染的程序？这种对存在本质的深层质疑，将我们推向了更令人不安的第5层。如果第4层让你怀疑物质的真实性，那么第5层将让你怀疑存在的本质。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提出了著名的模拟假说，逻辑简单的可怕。1. 任何文明只要不自我毁灭，最终都能掌握足以模拟整个宇宙的算力。2. 这样的文明会出于研究历史、娱乐或推演未来的目的，运行成千上万个祖先模拟。3.
既然模拟宇宙的数量将远远超过那个唯一的真实基底宇宙，那么从统计学概率上讲，我们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几乎为零。这一层解释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光速有上限？也许那是系统的处理器频率限制。为什么普朗克长度是最小单位？也许那是宇宙的像素分辨率。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在程序代码里，两个变量的内存地址可以指向同一个对象，无论它们在屏幕上的虚拟距离有多远。我们可能就像是高度复杂的模拟人生角色，我们的爱恨情仇，我们的科学发现，甚至我们此刻对模拟论的思考，都只不过是高级文明超级计算机里运行的一段子程序。那些我们无法解释的既视感，那些物理定律的微调，也许真的就是系统的一点点故障。如果这是真的，所谓的现实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宏大存在的界面而已，是副本的副本，梦境中的梦境。当我们穿过冰冷的物理和虚无的模拟，来到第6层，科学开始沉默，古老的智慧开始低语。这几千年来，东方的僧侣、西方的神秘主义者、深度的冥想者都在描述同一种体验。在这里，那个喋喋不休的我，那个你以为坐在脑袋后面驾驶身体的小人，消失了。神经科学家发现，当一个人进入深度冥想或某种特殊的意识转换状态时，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会大幅降低活跃度。这个网络通常负责维持你的自我感、你的过去和未来、你与世界的界限。当它关闭时，奇迹发生了。你不再是看着这个世界，你变成了这个世界。主语和宾语的界限崩塌了，你感觉自己既是那朵花，也是那阵风，又是脚下的尘土。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海洋感，也是赫胥黎口中的心智大观。在这一层，没有这里与那里，过去与未来的界限，存在图景不再是割裂的碎片，所有分离都只是幻觉，只剩永恒无边的当下。正如物理学家薛定谔深受费坦多哲学影响后所感叹的，意识是一个单数，它的复数形式是未知的。也许真正的存在真相并不是由原子构成的，而是由意识构成的。也许宇宙只是同一个意识在透过亿万双眼睛审视它自己，就像你梦里的所有角色其实都是你。但当我们试图穿透意识的边界，去触碰那最核心的终极时，却发现所有工具都已失效。最后，我们抵达了第7层，不可言说的终极。在这里，语言破碎，思维停滞，所有的人类概念存在虚无、上帝、科学、时间、意义，统统失效。老子在《道德经》的第1句就警告过我们：道可道，非常道。一旦你试图用语言去定义那个终极的存在真相，你就已经错过了它。因为语言是二元对立的，有与无，大与小，是与非，而终极现实是超越二元的。它不是一个等待被解开的谜题，它是谜题、解谜者和答案本身的统合体。它是康德口中的物自体，是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彼岸。它是深夜仰望星空时的无声震撼，是让我们意识到人类渺小与伟大的神圣的无知。从共识的舞台到不可言说的终极，我们已走过7层对存在真相的探索。这趟旅程
让你感到恐惧吗？还是感到自由？如果存在的真相是不确定的，那意味着它不是被锁死的监狱。如果自我是构建出来的，那意味着你可以随时重塑它。也许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找到那个唯一的真相，因为世界本质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它是你此时此刻的参与，是你每一次呼吸、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对他人的善意所共同编织的奇迹。世界本质本无预设意义，但这恰恰意味着你可以赋予它任何意义。如果你觉得这就结束了，那你就错了。因为当你关掉这个视频，那个真正的、疯狂的、不可思议的游戏才刚刚开始。醒醒吧！所以，你到底是谁？